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，我的频道是关于家庭种植经验分享的。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，却又找不到方法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想要种好菜，有5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：土壤、阳光、水、温度，还有肥料。含有充足底肥和营养的土壤，每天6到8小时的日照，正确的浇水方式，适合的温度，及时的追肥，都是获得丰收的必要条件。那今天呢，主要想和大家聊一下自制有机钾肥。植物生长需要16种营养元素，其中的碳、氢、氧来源于空气和水，而氮磷钾就是我们经常要给蔬菜补充的重要生长元素。在以前的视频中，我和大家介绍过很多有机肥，包括从超市购买的或者自己制作的针对性比较强的肥料，比如说糖蜜、苜蓿颗粒、香蕉皮、果皮、菜叶，以及各种各样的制作方法。比如你可以倒在堆肥箱中堆肥，比如可以做成液体肥，做成酵素，晒干，或者直接埋入地下，又或者自制蚯蚓塔，方法非常的多。那今天介绍的针对性就更强了，主要是对夏天咱们蔬菜的果实膨大期，需要的正是大量的钾肥。为了保证果实清甜爽口，又大水又足，定期施加钾肥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如果薄肥勤施的话，1到2周就要补充一次这样的钾肥了。钾元素可以帮助蔬菜进行光合作用，令蔬菜的根系更加的强壮，茎秆粗壮，提高抗倒伏的能力，以及蔬菜的抗病能力。以下就是我总结的7种含有钾元素最多的东西，都是夏天很常见的，在我们身边随手可得的宝贝。第一就是糖蜜。糖蜜我们在一般的大型超市都能买得到，我这一盒大概需要5加币左右，可以用1整年。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明白糖蜜和红糖是什么关系，甚至以为糖蜜就是红糖。其实糖蜜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白糖在制作过程中的副产物，它是最有营养价值的，不仅仅含有大量的钾元素，还含有各种微量元素，而白糖反而只是为了产生甜味儿。那红糖呢，就是糖蜜和白糖的混合物。也就是说，同样重量的红糖和糖蜜，哪一个更有营养呢？当然是糖蜜了。如果您买不到糖蜜的话，用比较常见的红糖代替也是没有办法啦。所以糖蜜是制作全钾肥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。第2就是草木灰。草木灰含有大量的钾元素，其实它含有的钙更多，所以给蔬菜草木灰的同时，也给蔬菜补了钙。草木灰是草木燃烧殆尽之后留下的灰白色粉末。大家都知道草木灰含有大量的碳酸钾，其实碳酸钾只占了草木灰的大约10%左右，其余还包含的有各种石灰，比如氧化钙、碳酸钙，所以草木灰是碱性的。第3就是木炭灰。木炭灰是草木灰之前的阶段，就是木头还没有被燃烧完全之前的黑色灰烬，所以它同样会含有碳酸钾。一般情况下，其实很多人用的都是草木灰和木炭灰的混合物，所以颜色不是那么白，也不是那么黑。我的木炭灰来自于烧烤用的纯天然木炭，可以把木炭弄碎，或者取里面的黑色粉末。第4就是香蕉皮。研究表明，纯的香蕉皮粉末含有氮磷钾的比例是0:3:41，
而且香蕉皮是众多厨余垃圾里面分解比较快的，甚至都不用切碎，更不用烤干晒干，直接加入堆肥箱，或者做成蚯蚓塔，都可以在1个月之内快速分解。第5就是黄瓜皮，除了香蕉皮之外，其实我们平时吃的最多的，也是夏天收获最多的，就是最好的钾肥。干燥的黄瓜皮含有氮磷钾的比例是0:11:27。夏天正是大量黄瓜成熟的时候，不如把黄瓜皮顺手攒起来，废物利用。第6就是土豆皮，土豆皮里面的钾含量是惊人的，干燥的土豆皮氮磷钾的含量竟然达到了0:5:27，而且我们经常是炒一个菜就会产生一大堆的土豆皮，所以千万别扔了。而且正因为土豆皮比较薄，所以比香蕉皮分解还要快。第7就是花生壳，花生壳含有的氮磷钾含量为0:1:6，主要以钾元素为主，另外还含有木质素和纤维素。发酵以后的花生壳不仅可以为蔬菜补充钾元素，还可以改善土壤的通透性和保水性。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简单易得的好东西放在一起做成液体肥，这样可以比堆肥更快的分解。找一个空瓶子，将刚才所说的材料一次放入，这期间我还加入了1勺酵母。酵母菌可以加快发酵速度，让这些材料更快的分解。当然，如果不放也没有关系。所有材料混合好以后，用手捏一下瓶子，这样可以观察是否气体已经被胀满而需要放气，然后摇晃均匀。现在夏天，避免阳光直射，否则的话会来不及放气而一下子产生很多气体。大概1个月左右，液体肥就可以使用了。不但可以做叶面肥，还可以用来直接稀释浇灌土壤。使用方法是兑水稀释100倍，每周用1次。使用方法是兑水稀释100倍，每周用1次。对于现在的番茄、辣椒、茄子、苦瓜、丝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，会让您的果菜更甜，病虫害更少，抵抗力更强，蔬菜产量更高，收获更大，充分体会到种菜的乐趣，还省了不少买肥料的钱。好了，希望今天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